大家好，我是武石匠。今天我们来讨论一个让人十分尴尬的问题：厕所马桶太臭怎么办？可能你会觉得没有清洗干净，马桶漏水了，下水道堵住了，或者是排污的通风管堵住了。但是如果这些可能的因素都被一一排除了，还是臭，那么毛病会出现在哪里呢？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重点。首先，臭气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？对一个已经清洗过的马桶，放水冲2遍，盖上桌盖，等半个小时以后再回来，先感受一下马桶周围是否很臭呢？然后再提起桌盖，感受一下是否更臭了。如果提盖前后臭气没有变化，而且都很臭，表明你的马桶没有清洗干净或者漏水。如果提起桌盖以后更臭了，表示臭气是从排污管道里返回来的，这正是我们今天要对付的重点。这臭气应该是从马桶底部水面上的空气缝隙里渗透进来的，正常情况下应该有水封，排污管道的臭气被隔离在外面，是不会进入马桶里来的。那么水封又是如何隔气的呢？我们来看这张图，左面是水平排污，也称 P trap， 右头是垂直排污，也称 S trap。 图上红色箭头指向的是气体隔板，最低端在水平面以下，起到隔气的作用。蓝色箭头指向的是最高的水平面。如果马桶内水位太低，隔气板外露而且有空气的缝隙，那么废气就会从排污管返回，通过底部再进入到厕所房间里来。那么如何保证高水位或良好的水风呢？通常的办法是2路排水。第一路是通过按键或者手柄打开排水阀，水箱内6升左右的水快速冲入马桶内排污。第二路通过补水管缓慢的排水，就是为了保证水风。这第二路的排水非常重要吗？我们来一起做个简单的模拟实验。在这个碗里先充满水，滴几滴蓝色的色素便于我们观察，然后将一大盆清水快速的倒入碗里。好，我们看到碗里蓝色的水冲走，换成了无色的清水。还有更重要的一点，碗里的水没有满，主要原因是刚冲水的时候冲得太快造成的。那么怎么让它重新装满呢？可以缓慢的补水，补一点水还没有满，再补一些看见满了，继续补水没有用，会溢流出去的。马桶底部水槽和这个过程非常的相似，这就是为什么马桶冲完水还要补水的原因。补水管安装在哪里呢？一般是装在水箱里的进水阀上面，同时连接到溢流管内，注意不是连接到水箱里面。我们来看看排水阀打开以后，然后进水阀开进水，排完水以后排水阀关闭，进水阀仍然开作向水箱里注水，这时补水管还在往马桶底部缓慢的注水，直到进水阀关闭为止。下面一个问题是，补水管是否100%必不可少呢？答案是否定的，不是100%必不可少。这也正是出现部分马桶太臭的根源。大家请继续关注我下面的分析。马桶底部呢，水封好坏与马桶本身的结构、安装的方式、排水管的安装密切相关。你家里可能有完全一样的3个马桶，但只有1个马桶有臭的问题。很多马桶是不需要补水，也可以有很好的水风的。但是我们要知道的是，马桶设计或安装本身是需要补水管补水的。你可以选择没有补水管的进水阀，或者有进水阀的补水管，你也可以让它流到水箱里，而不是流到溢流管里面。目的是节约用水或降低补水管产生的噪音。这个图上左边这个进水阀是有补水管，
而右边这个进水阀是没有补水管的。现在我手上这2个水箱用的进水阀，白色的是有补水管，黑色的就没有补水管。这里呢没有出水口，但都是在售的合格的产品，你可以选择购买。两者呢售价呢也差别不大，只有5美元左右，甚至基本没有差别。选用没有补水管的进水阀，你必须承担水封不良、有臭气的风险。选用有补水管的进水阀，补水意味着多用水。那么补水究竟要用掉多少水呢？一次补水需要200毫升到1000毫升不等，与补水管的长度、粗细以及是否可以调节水流量有关。一般人每天光顾厕所5到7次，我们以每人每天6次计算，每个月30天计算，将用掉36到180升每人每个月。水费包括上下水，以每千升3.5美元计算，那么每人每月将用掉0.13到0.63美元。如果一家4口人，补水增加的水费是0.5到2.5美元每个月，一年是6到31美元。如果你为了免除臭气的风险，那么每月多花掉0.5到2.5美元，我想你会愿意的，因为这危及到你家人的健康以及环境卫生，对吧？还有补水范围0.2到1升每次，相差5倍，实际上需要的补水量是可以调节的。比如这个补水管上蓝色的划款就是用来调节水量，也可以到渔具商店买一个塑料的小阀门，一样可以调节，但是前提是要先测马桶需要的最小的补水量。我们将在下期视频做介绍。朋友们，如果不幸发现您马桶有奇臭，并且确认是水封不良造成的反气，那么自己可以先打开水箱检查，先看看进水阀里面有没有一个补水管。如果没有补水管，马上花20美元左右到商店买一个带补水管的进水阀换上就可以了。如果有补水管，仔细的检查是否正确的连接到溢流管里面，然后再试试补水管补水流通是否正常。好，谢谢你的观看，我们下次见。